过去看看吧。哥哥他是谁啊？他手上好像有一条绳子耶，绳子上怎么有打一个一个的结啊？这个就是圣母玛利亚太像，好像叫做姐姐圣母哦。姐姐？哪一个结呀？打结的结吗 ？Bingo， 答对喽，就是打结的结啊。为什么会有姐姐圣母呢？她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你可真是问倒我啦。其实我自己呢也不太清楚。总主教就在那边哦，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问他吧。好啊，好啊。好 ，Hello， 总主教。总主教，刚才那个小朋友问我那个姐姐圣母哦，究竟是什么？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可以请主教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吗？可以啊。那这个圣母，她的手上有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右边那个结是右边那个绳子是打了好多结，然后经过她的手以后，过去就结就打开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姐姐圣母，就是专门把那个绳结打开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好多的结，例如像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课你听不懂，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绳结了。考试的时候你也答不出来，那也是一个结的。跟同学们相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点摩擦，那也是一个结的。回到家里面，可能我没有表现得很好，那可能跟爸爸妈妈也是有一个结。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好多的结。那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把那个结打开呢？那到圣母的面前来祈祷，那求圣母玛利亚她帮助我们。那我们的前教宗方济各，他曾经到德国去游学，然后呢就接触到这个姐姐圣母的敬礼，他觉得非常好。5年前我来到台北教区来服务的时候，那也是遇到了好多的困难情形，那我就学方济各教宗，那真的也感谢教宗留下来的经验，我借着在圣母玛利亚的面前来祈祷，恳求她帮我生命当中的结一个一个打开。那我也很耐心的祈祷，那圣母就帮我把那个结都打开了。所以有兴趣的话，我到里面去再继续的来分享，你们可以再继续的问，好吗？没问题。OK， 往前走。也很谢谢主教刚才为我们解答了关于姐姐圣母的事情。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台湾天主教会的大家长钟安柱钟总主教来与我们好好聊聊如何关心照顾孩子。说到孩子呢，我们今天有2位小朋友好像也有话想要跟钟主教好好聊聊。来，钟主教，是的，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像鬼抓人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玩那个家家酒，也就是喜欢玩那个角色扮演。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们的圣堂暑假都会有药理班，听了故事以后呢，我们都会玩游戏的时候就会角色扮演，例如像那个5饼2鱼的故事，那耶稣怎么行5饼2鱼，然后呢就有一个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然后那个宗徒们那种角色的扮演，那角色扮演当中呢，他们每一次都会推我当耶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高兴啊，所以我是觉得小孩子的那个玩这个角色扮演，那我得到很大的喜乐。那我们演出来的戏呢，大人们看了以后也都很高兴。那总主教，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让大人觉得很头痛的事情？有一次我真的很生气，我就跟人家打架了。所以这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就是我上学的，那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那上学的时候，我都有带那个十字架。那班上就有一个长得比较粗壮的一个男生啦，一个孩子，他看到我带十字架，他就笑我，哈哈哈，带那个十字架，那个耶稣是坏人。我说你怎么讲呢？耶稣怎么是坏人？耶稣是大好人呢，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他说那
那好人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我当然就要辩护啊！不是耶稣是好人的，那好人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没办法解释，然后就很急啊！你侮辱我的耶稣，我是很爱耶稣的啊！你怎么说我的耶稣是坏人？哈，就是这样子，那就开始。我推他，他也推我，或者就打起来了，所以跟我打的那个鼻青脸肿。后来我就哭着回家了，哭着回家以后，妈妈看到我，你是怎么搞的？你平常不是都很乖的吗？怎么今天跟人家打架，然后鼻青脸肿的啦？我就哭了，我就说他们侮辱我的耶稣，侮辱我们的耶稣，说我们耶稣是坏人啊。那其实换个角度想，总主教就连小时候跟别人打架，都是在为天主奋斗呢，对不对？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哦。在打胜战一样，像打胜战，可惜是打输了啊，打输了，没事。回到家里面的人鼓励我啦。对，他是说你要打胜仗，你不是靠着这个拳头的打胜仗，你要靠着讲理啦。所以你要多读书，要多修炼嘛。所以我就记住了，所以我才会这样很努力的来充实自己。主教，那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因为我那么爱耶稣，常常要保护耶稣，所以我就是想说，我假如能够跟随耶稣，那是最好的。那时候，就有那个外国传教士到我们的那个堂区去传教。那当时50-60年前的台湾社会都很穷困的。那时候我们有美元的东西啊，那神父要出去看教友啦，或者是会去看那个老百姓的时候呢，他都会带着我啊。我一个小男生，然后跟着神父，那我就会拿着面粉啊，或者是拿着那个救济品啊，那跟着神父。那神父就拜访家庭的时候，那每一个家庭都有好多困难的事情啊。神父听了安慰了他们以后呢，那就一起做祈祷。完了以后呢，就让我拿的那个东西那就是那个救济品就会给他们一些的，那他们都很高兴啊。所以我也感觉到说，我跟着神父在一起，我能够送给别人爱，送给别人喜乐呢，我就会很喜欢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心里面我也很想说，将来假如我能够当像这样的神父，应该是多好啊！所以呢，我就朝着这个目标来慢慢的来前进，这样子。董主教，如果小朋友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不太舒服，或是不太想要做某件事情，对，他可以勇敢说出来吗？那要怎么说比较好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大人都这么讲了，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啦，小孩子你听就好了，你不要讲啦。我们小的时候是这么被教育的，可是后来我们感觉到说这样不行的，小孩子他们也应该被尊重，而且是小孩子也应该可以自由的表达他的想法、他的愿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的。所以小朋友有话，或者是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就表达出来。那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也会要求我们的神父，大家一起来静心的来聆听小孩子的声音，然后呢也陪伴小孩子，然后小孩子愿意怎么样子呢？那我们来尽量的来解决，然后让小孩子们很高兴的成长，这样子。那谢谢总主教。那在最后，我们也想请总主教给全世界的孩子一句祝福的话。好，那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信靠耶稣的人有平安啊！信靠耶稣的人有平安。所以有的时候叫小孩子感觉到是不平安啦，或者是有遇到一些被不平等的对待啦，或者是有种种问题，你到耶稣的跟前去，你信靠耶稣。那耶稣他曾经讲过，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所以耶稣欢迎小孩子。所以只要你到耶稣的跟前去，那耶稣他是全能的，你
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的需求，你跟耶稣讲，然后耶稣基督他会满缺你，他也会帮助你，让你能够成就的。那也谢谢总主教刚才的祝福。那在采访的最后，我们也一起对着镜头来比一个爱心，一起把刚才的祝福传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吧。来，耶！